一男一女乘坐火车卧铺，对面是一位陌生的小伙子。这对男女窃窃私语，不停地聊着天儿，气氛十分的甜蜜融洽。不用问，一看这就是一对热恋当中的男女朋友。可是聊着聊着，这对男女朋友说话的声调高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吵得对面这个小伙子不得不插嘴了。我说朋友，本来你俩就是昨天晚上大半夜上的车，我被你们吵醒之后就始终没睡好，现在能不能受累小声一点，让我眯一小会儿啊？什么？我们说话还碍着你了？不想听把耳朵堵上。哎呦，姑娘这位男朋友还挺横，说话枪火，毫不留情。其实这对小情侣争吵的话题呀，本来就是没事找事儿。姑娘魏小凤说她见过彩色的乌鸦，男朋友边连人说你那是胡说八道，乌鸦乌就是黑的意思，如果是彩色的羽毛，那还能叫乌鸦吗？女朋友魏小凤据理力争，我就是见过嘛，我家附近的山上，每当到了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一群乌鸦从天空中飞过，太阳光照射之下，它们的羽毛就是五彩斑斓的，非常漂亮。男朋友边连人正想继续反驳，对面中铺上的小伙子龙武刚插嘴了，于是边连人将火气撒到了龙武刚的身上。现在是大白天的，列车员都没有限制我们说话，你算哪棵葱？闭嘴吧你！小伙子龙武刚被噎了回去，扯了扯自己的被子角，嘴里嘟囔：少见多怪，我也见过彩色的乌鸦，雪山边上成群结队的飞，有什么可奇怪的？哼！龙武刚说这句话的声音很低，但是字字句句都戳在了边连人的心窝子上。怎么回事呢？因为边连人本来就是个大醋坛子，女朋友魏小凤平时哪怕是跟其他男同学多说一句话，他都得生老半天的气。这可倒好，对面中铺的这小子长得比我帅不说，现在竟然帮着我女朋友来攻击我，合着你跟我女朋友是一伙的呀？你什么意思嘛你？想到这儿，边连人咬牙瞪眼，紧握着的拳头就高高举起，一记直拳正打在龙武刚的鼻梁子上，砰的一声，血溅车厢。列车员赶忙喊来了乘警，将边连人和龙武刚带到办公室，请医生帮龙武刚止住鼻血，问明了情况，对边连人进行了批评教育，也告诉龙武刚要少说话。回到铺位之后，火车刚好中途小站停车，边连人余怒未消，背上自己的背包，丢下女朋友魏小凤，转身他就下车走了。魏小凤流下眼泪，龙武刚深感抱歉：妹子，真是对不起啊，要不是我多嘴，估计你男朋友不会跑。现在你还是想开点吧，也许下一趟车他就能追回来了呢。魏小凤摇了摇头：分了就是分了，我也没什么可惜的，他这个人一直就是这样，脾气时好时坏，情绪非常不稳定，别说他不会追上来，就是来了，这次我也不会再跟他和好了。这魏小凤说的呀，还真都是实心话。她和男朋友边连人是大学同学，这次本来是带着边连人一起回家乡一同看望魏小凤的父母的，现在看来只能是魏小凤孤身一人回家探亲了。龙武刚因为对魏小凤有歉疚之情，于是就故意说些个笑话逗魏小凤开心。两个人聊着聊着，发现他俩原来是一个镇子的老乡，他们两个人的村子距离也很近。魏小凤突发奇想：龙武刚，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
我能帮你什么忙？我爸妈催婚催得很急，这次回家过年本来是说好了带着男朋友的，结果刚才的事情你也在场，我现在只剩自己一个人了，你能不能陪着我回家，假装是我的男朋友，几天就行，我可以给你报酬。不，这怎么能行呢？龙武刚一口回绝：小凤姑娘，不是我不帮你，我回家还有我自己的事情呢。我妈生病了，我必须回去看望她老人家，陪着父母过年。魏小凤失望地点了点头。那好吧，火车一会儿就到站，咱们留个联系方式吧。龙武刚犹豫片刻，摇了摇头。我看还是算了，如果有机会，也许还能再碰上，咱们就算是好朋友。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就祝你生活愉快吧。龙武刚心里是这么想的，这位姑娘魏小凤人倒是挺好的，也很漂亮，可惜她的男朋友太凶了，火车上插句话就给我来了个满脸开花，要是敢再给他的女朋友留下电话号码或是加个好友什么的，那还不得跟我动刀子呀？我还是少惹麻烦为妙。姑娘魏小凤独自回到家，如实向父母说了在火车上因为几句话吹了对象的经过。爹娘这么一听，那么容易冲动的人早点分手了也好，就凭咱这模样、长相、学历，准能找个更好的。闺女别难过，爹娘不催你了。哟，几口子说啥呢？要催啥呀？这是？原来是邻居李婶儿来串门了，听了个半截话，他就把话茬接过去了。因为他知道今天邻居魏大哥家的独生女儿魏小凤要带着男朋友回家来过年，他这是特意来串门，瞅瞅魏小凤这丫头到底是谈了个啥样的对象，先睹为快。结果一看，这一家三口怎么好像是不太开心的样子呢？李婶儿，您坐，您喝水。魏小凤很礼貌地请李婶儿坐下，递上一杯热茶。这一聊，李婶儿弄明白了，哦，原来是小凤回家路上刚刚吹了对象。哎，不就是分个手嘛，现在的年轻人啊，这很正常，不要紧。李婶儿，我给你介绍一个小伙子，帅，也是大学毕业，要是一见面啊，保准小凤你能喜欢啊！哈哈哈哈。说这话，李婶儿自个儿先笑得合不拢嘴了。李婶儿，谢谢您了，不过我一时还没做好准备，没心情相亲，以后再说吧。行，不着急。婶儿知道你刚分手，立马就再谈一个吧，可能有点别扭。随缘，咱们随缘啊。说完这几句，李婶儿也就不再继续往下说了，开始聊其他的一些个家长里短的闲事儿。聊到很晚，李婶儿回家做饭去了。过了2天，魏小凤正在厨房里帮着她娘烧火呢。在火车上闹翻之后，说了要分手的男朋友边连人找上门来了。这边连人在火车上一怒之下，跟女朋友魏小凤变了脸。下车之后没出火车站，立马买了一张回程车票，登上火车就打算回自己老家。等走出去几个站点之后，边连人的火气慢慢的消了。哎呀，我是不是太草率了呀？至于吗？小凤她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我哪来的那么大火气呢？对，都怪对面中铺那小子，叫什么龙武刚，我看他就是个大色狼，一直盯着小凤看，必定不怀好意。不行，我得赶快追回去，要不然那小子说不定会趁虚而入，占小凤的便宜。就这么着，边连人再次中途下车，重新买票，乘火车换汽车，来到了魏小凤他们村。打听着找到了小凤家，进门就是一通赔礼道歉。
魏小凤正不知道怎么撵他走呢，来了一位大救星，谁呀？邻居李婶儿。李婶儿身后还带着一个人高马大的小伙子。魏小凤一看就是一愣，别说他发愣了，那边连人更是大吃一惊，哈哈，果然被我猜中了，你小子真的是趁虚而入，跟到小凤家里来了。没错，李婶儿身后的这个年轻人正是那龙武刚。边连人紧握双拳，对着龙武刚就想动手。慢着，不行，要是让小凤的爸妈看到我动手打人，印象不会好。再说这也不是在火车上，要是这小子还手的话，我大概会吃亏。于是边连人他忍住了，只是狠狠地瞪了龙武刚一眼。龙武刚呢，根本没理会边连人，与魏小凤相视一笑。怎么是你？怎么是你？然后两个人是开怀一笑。他俩这默契的一笑啊，边连人可受不了了，他一股酸火直冲头顶，咬牙瞪眼一跺脚，又一次气哼哼的走了。真的坐着火车回了自己的老家。原来龙武刚是李婶娘家的一个侄子，管李婶叫堂姑。今天这是来看望他堂姑来了。李婶很高兴，刚子，你来的正好，姑带你去串个门。你小时候去玩过，你魏伯伯家。就这样，李婶有意将侄子龙武刚带到魏小凤家来串门，本想趁机让两个年轻人认识认识。没想到啊，人家已经认识过了。不久之后，一来二去的，龙武刚与魏小凤还真就挺合得来，成了如胶似漆的男女朋友，打算领证结婚，步入婚姻的殿堂。